我最近特别想吃巧乐兹，但是我从小对这玩意儿就有一个遗憾，就是里边那个巧克力棒太短了，吃着不爽。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把内心巧克力填满的巧乐兹，来解决一下这个遗憾。不过要想实现这伟大抱负啊，需要先给这加长内心做一个定制化的硅胶模具，而且要严格的计算好长宽高的尺寸比例，这样才能确保它最后在整根的冰棍当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。但这玩意儿说着挺轻松，做它整整磨了我们4天，那真是隔行如隔山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想过做模具这个行业居然这么伤肺。做好了这个碟，就可以逐层开始做冰淇淋了。最里边这个脆球，我刚开始想用爆米花机崩点高粱米，但是米花放在巧克力里实在是太抢味了，就特别像脆香米，而且火候也不太好掌握。有一代着急开盖，给我割皮鞋都烫漏了，所以这个做法直接让我给搬了。后来我发现麦丽素的做法也很适合做这个脆球，但是麻烦的是巧乐兹里的球又小又多，而且没什么批量生产的办法。也就是说，这1000根冰棍里要用到的所有小球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点出来，然后放到烤箱里烤才行。我们从下午点到中午，一共点了4万多个豆。这流水线干的特别像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，就是后来机械到哪怕现在让我们去趣多多工厂，那都可以跨过11期直接上岗。然后这些内芯冻实了，就可以脱模做雪糕层了。这个部分我参考了一下梦龙的口味配方，黄色的是香浓的淡奶味，白色的是没有那么甜的香草味。而且为了多活几天，我把雪糕的包裹层也改成上下夹层了。但是现在冷冻的时间和空间是个大问题，家里5个冰箱全用上都没放下。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在楼上邻居家寄送了200根。最后做巧克力脆皮的时候，我放了特别多的坚果碎，但是吃的时候发现这样太香了，吃不出来冰淇淋的凉爽，所以最外层我也做成梦龙了。现在这冰淇淋虽然外表平平无奇，但里边每一层都特别饱满，尤其是这根顶天立地的内芯巧克力，这看着就特别过瘾。然后算了一下，这梦乐兹光食材成本就合到8块7一根了。我们从研究模具开始做这玩意儿，一共做了12天呢。最后正好是做满了2个冰箱，我估计以我们炫冰淇淋的速度，现在还真说不好夏天和糖尿病到底哪个先来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，感觉买着也不太合适，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。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命搭理。刚开始我图省事儿，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，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稠，实在没什么食欲，就被我放弃了。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，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，一个鸡爪子5根骨头，他就能去3根，完了还去不净。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，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就是机器用不了，鸡爪还退不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。后来研究了一下，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个。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，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，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。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，现在闻的鸡油味就恶心，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。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，那手第1天是肿的，到最后呢没有知觉了。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，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。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%，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一生来治愈。来调汁的时候，我非常的严谨，甚至买了10几种品牌的产品，逐一测评，然后汲取他们各自在口味上的优点。因为这些鸡爪子已经整整折磨我们4天了，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。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。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，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是蒜蓉酸辣，一半是泡椒的。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剪出来做成泡椒的了。这无骨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它现在酸酸辣辣的，还微微带点甜，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，感觉可太爽了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。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，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。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，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，在场一共7个人，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，好好活着。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炖牛肉丝，但是我研究了一下，市面上得有95%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，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，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，这汤越香，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。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，比之前卤猪蹄剩的那锅汤还香。那锅
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，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，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，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。这些牛肉在卤泡了一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，然后就是做这灯涌牛肉丝最麻烦的事了，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。我们试了好多工具，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，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，因为牛肉比较硬，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，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，再撕成细丝儿。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，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儿哭了，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，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。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，太荒谬了。这些肉扒完丝儿，算是彻底给我们累麻了。然后这些牛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，为了能更好吃，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。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，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。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。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烹出锅气，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。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，一口直接入魂，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，这里边的细丝儿入口化渣特别酥脆，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，吃起来很多汁水。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就是它不只有料香，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1斤。这牛肉丝现在吃着就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费酒了，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。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，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。我最近特别爱吃那种即食的带鱼罐头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，就不管桌上多少个菜，要是不开2罐带鱼罐头，就感觉这饭吃的空落落。所以我去买了300斤冻带鱼，我寻研究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刚开始我们很纠结，就这层银膜需不需要去掉。后来试了好多做法，还是决定给它刮了。因为在北方买的冻带鱼，它的死亡时间可能比我年龄都长，这就导致它外面那层膜特别腥，炸的时候还容易糊。但是这层膜它没那么好刮，而且内脏化了还有特别大的腥臭味。我们整整干了40个小时，从黑天到白天又到黑天。我从最开始闻不了腥味，后来活生生的给我干的都闻不着腥味了，妈这活干真绝了。然后这冻带鱼在刮完膜之后，还得再去除它的贴骨血和黑膜。为了吃的时候口感更好，我连那鱼翅都给剪了。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带鱼肉。没想到脱去了现实主义的灰色外衣之后，里边居然藏着一颗粉色内心。这带鱼肉现在直接上嘴舔一口都不行，那完全是母婴级的处理标准。不过收拾的这么彻底吧，就是有点费钢丝球。我第一天买了50个，第2天买了100个，第3天我眼见着那超市连夜上了8箱货。但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会儿我们已经把鱼都处理完了，然后这些带鱼段腌好了，就可以直接下锅炸了，一点淀粉都不用放，炸透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干炸带鱼。不过一下炸了这么多鱼，屋里还逐渐有了点炸东西那种香味儿。这现在呀，地是腥的，天是呛的，整得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朝哪边喘气儿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更好吃，我还放了好多五花肉和黄豆。现在炸好的带鱼段再配上汤料辅料，就可以直接放到高压锅里压了。这出锅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软烂入味，就连鱼刺鱼骨都吃得特别酥。不过这鱼类罐头放凉了才是最好吃的，而且汤汁还会变成这种端端的鱼冻。这回呢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红烧一半香辣。就这要是拿到单位或者学校食堂去吃，那放饭的时候绝对是全场焦点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吃法，是可以把它拌到一碗刚出锅的米饭里，等平时犯懒的时候来上这一碗又能吃饱又能吃爽的猫咪饭，吃完了再来瓶甜水猛劲儿打个嗝，我天哪，这不绝世香香吗？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手工鱼丸居然能做得像手打牛肉丸一样有弹性，而且汆的汤还特别鲜美，那看的可给我馋坏了。我寻我也在家做点，但是我们折腾了2天，试了好多种鱼，做出来的丸子又腥又面，都不如外面卖的那不放鱼肉的鱼丸好吃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说这鱼丸要想又鲜又有嚼劲，必须得用肉质紧实的海鱼，而且得是活鱼现杀。所以我去买了100多斤斑鱼，到家就给他们洗上养了。至于能不能确保每一条在收拾的时候还是鲜活呢，那就得看运气了。毕竟家里设备有限呢，只能临时拿浴缸当鱼缸用，拿老嫂当老莫使。
然后按片里讲的，这鱼在处理完之后得用饭勺刮它的鱼肉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留肉的胶质，并且避开那些不想要的部位。但是我们没买着那种刮鱼肉专用的勺，就在家给饭勺开了个刃。但即便是这么锋利的勺，那鱼肉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刮，刮到最后手都抽着了。但更绝望的是，这鱼的出肉量还特别少，160斤的鱼就刮出30多斤肉，那鱼头和鱼骨都快给我们吃吐了。天天上顿吃完下顿吃，甚至就连我们家的饮水机里都能随时打出一杯热乎的鱼汤，我真是服了我。然后这些鱼蓉还得再捶打成肉泥，再放盐给它们搅上劲儿，一直搅的这样特别粘手的状态。就这么干下来，我算明白了为什么基本买不到纯手工的鱼丸。要但凡谁家动一点量产的心思，那全村一起做棺材板可能都供不上他家。不过这么做出来的鱼丸真的非常有嚼劲儿，吃起来又脆又弹牙，而且我用性命发誓，我只放鱼肉和调味料了，一点淀粉我都没放。这个鱼丸汤真的巨鲜，丸子也真的能像牛肉丸一样当乒乓球打，但就是造价高了点，这一粒鱼丸的成本都要合到8块钱了。不过这么鲜美的鱼丸汤对东北口味来讲其实有点清淡，所以我们留了一半串串了，还刷了点夜市铁板鱿鱼的那个酱做成炭烤鱼丸的。这鱼丸现在可真绝了，它原本就是又鲜又弹，现在外表烤的焦脆，然后还刷了一层酱，吃起来满嘴留香。而且我们做这个鱼丸啊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哪怕放眼全世界，我也从来没见过谁家的手工鱼丸里能吃出这样一整片的鱼鳞的，我真是酸 Q 了。